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异象，不是通膨爆了，而是信心崩了。你没听错，这一次不是感觉不好，是数据自己认输。中国新能源龙头比亚迪，这台靠政策保驾护航的火箭车，居然熄火了。最新财报显示，净利润暴跌 33%， 股价一天蒸发6个多点，创3年来最大跌幅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还是中共政府最宠的那个孩子，补贴拿到手软，销量一度冠全国，如今却从云端摔进泥地。而且不止比亚迪，整个中国的制造业也一起陷入集体低烧。官方最新 PMI 数据连续7个月跌破荣枯线，全面进入收缩区。从大厂到夫妻店全都在喘气，有老板直言，不是不想干，是根本干不下去。还有更爆炸性的，房市从深圳崩到杭州，房价对折不是促销，是崩盘。开发商自己腰斩价，送车位都没人要。中介说，现在讲真话会被封，讲谎话也没人信。一个卖房的都开始劝人别买了。这才是最可怕的讯号。比亚迪熄火，制造业萎缩，房价雪崩，这3个信号连在一起，就是中国经济真的进入了结构性寒冬。比亚迪这台被保驾护航的火箭车终于踩了刹车。一份最新财报把中国新能源汽车龙头拉下了神坛。比亚迪净利润大跌 33%， 股价重挫 6.4%。 这可不是哪家小厂翻车，而是那个每个月都在卖车如倒水，拿补贴像喝水的比亚迪。作为政府宠儿的比亚迪，过去几年几乎一路狂飙，但这一次它的第3季度财报让不少投资者大吃一惊。10月31号，港股市场全面走弱，科技指数下跌超过 2%， 但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比亚迪的暴跌。当天午盘，比亚迪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4%， 最终收跌 6.4%。 背后的原因就是比亚迪第3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33%。 根据10月30号晚间发布的季度报告，比亚迪今年第3季度的营收为 1949.85 亿元，同比下降 3%， 而最关键的净利润，也叫规模净利润，为 78.23 亿元，同比下滑近 33%。如果再扣除那些非经营性收益，实际盈利下滑更超过了 36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比亚迪从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业绩同比下滑，并直接拖累了整个前3季度的表现。为什么比亚迪会从一路领跑到突然减速甚至下滑？公司表示，主要受到行业竞争加剧、成本上升以及研发投入扩大的影响。同时，财务费用方面也出现了波动，从去年同期的汇兑损失转为今年的汇兑收益。听起来是复杂的会计名词，但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比亚迪的利润压力正在受多方面夹击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比亚迪的汽车销量也显示出明显的放缓迹象。今年前3季度，比亚迪总共卖出326万辆新能源汽车，虽然仍是国内第一，但同比增幅从去年的 33% 下滑到今年的 19%。 第3季度更出现了罕见的月度销量下跌，今年7月和8月几乎停滞，9月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，下降了近 6%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产能过剩的苗头也已经出现。今年1到9月有5个月的产量高于销量，光是9月就有约1万辆汽车积压在库。比亚迪的震荡并非孤立，当天整个港股市场陷入低迷，
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2.4%， 腾讯下跌 3.1%， 阿里巴巴下跌 3.6%， 京东下跌 2.5%， 中芯国际更是重挫 5.3%， 成为最差表现蓝筹。恒生指数整体下挫了376点，代表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、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了明显的担忧。比亚迪的这份成绩单恐怕只是整个行业竞争白热化的缩影。当红利消退、补贴退场，新能源汽车如何突围？比亚迪还能否稳住龙头的地位呢？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，如果连长期受政府重视和保价、受政府补贴支持的龙头企业都出现净利润暴跌超过30%，那么那些没有政府红利的企业呢？更进一步，当电动汽车的头部企业撑不住了，当局还会再补贴下去吗？头部企业都不灵光的时候，整体行业甚至市场还会好吗？朋友，您认为比亚迪的基本面是已经转向，还是这只是一时受挫？它是否反映中国经济的总体衰退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。当比亚迪这台中国电动车火箭突然熄火，也许只是个警号，而整体制造业的数据则给出了更明确的答案。中国制造业已经是连续7个月处在萎缩区间了。说得直白一点，这就像是一个人持续低烧、慢性炎症，虽然还能动弹，但身体明显不正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什么让制造业这台老引擎一直转不起来呢？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31号公布了最新数据，10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%， 比9月下降了接近1个百分点。这代表什么？简单讲，这个指数只要低于 50%， 就表示制造业整体在收缩。而中国这一次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低于 50% 的荣枯线。换句话说，从春天一路萎缩到秋天，现在已经快进入冬眠状态。如果你觉得只是大环境不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按企业规模分布的指数情况吧。大型企业的 PMI 指数是 49.9%， 差一点不够50%，还是在萎缩区间。中型企业的 PMI 指数是 48.7%， 而小型企业是 47.1%。 这显示，不论你是大厂、中厂还是夫妻店，统统都在低气压里倒气儿。制造业 PMI 指数其实是由5个细项组成的，我们简单看几个关键指标。生产指数下降了 2.2 个百分点，说明厂房机器动得更慢了。新订单指数下降了 0.9 个百分点，代表需求也在走弱。原材料库存指数也在下降，显示生产备货都在减少。从业人员指数略降了 0.2 个百分点，显示企业用工信心也在缩水。最后是供应商配送时间，虽然刚好达到了 50%， 但也比上个月下降了。所以你看，不管是产供销，几乎全线拉响警报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非制造业总该有点起色吧？10月份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 50.1%， 技术上勉强撑住，但其实这只是刚好不跌倒而已。而其中的建筑业指数还比9月下跌了 0.2%。最终的中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 49.9%， 比荣枯线只差 0.1 个点。整体经济的热度就像是一锅快凉掉的汤。统计局也承认，10月的制造业活动放缓，部分原因是11黄金周之前需求提前释放，加上国际局势趋于复杂，使得出口需求和市场信心进一步承压。但这已经是连续7个月萎缩，11黄金周能影响1个月，那前面6个月怎么说呢？如果说去年还在等政策刺激经济，今年看起来政策喊话不再管用，市场回应越来越冷。中国的制造业是不是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疲劳？
你认为中国制造业会在年底反弹，还是会一路走进寒冬呢？制造业唱不响，房地产更是干脆闷着头往下跌，别说唱空，连讲真话都会被禁言。中介不敢说，业主快疯了，买在高点的现在一转手就亏200万起跳，真实版什么都没做，钱就没了，正在2座城市上演。在深圳，买在顶部的业主现在血本无归，在杭州，房价一套比一套低，像慢性失血。而最讽刺的是，连地产中介也说，我也想跑路了。房地产这盘棋已经不是斗地主，而是斗韭菜。中介开不了口，政府发消费券，开发商送车位，但没人敢出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还会跌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市场问题，而是一场房市与现实的对撞。我们先来看深圳，这座过去只涨不跌的神话城市，如今成了中国楼市的正中。一位地产中介老板陈先生说，深圳龙华的房价已经跌破5万一平米，而这个区在过去可是中产首选地段。如果你2年前高峰期的时候花7万一平买下一套100平的房子，现在卖掉就亏损超过200万人民币。更夸张的是，深圳南山开云府这个豪宅项目，地段好到什么程度？处在粤港澳大湾区加前海自贸区加国际海洋城3大战略交汇处，地铁直达，主干道环绕，几乎是交通和未来规划的天花板。过去单价10至11万一平，现在开发商自己砍价跌到5万多，直接腰斩都没人抢。陈先生无奈表示，自己在网络上讲出真相，竟然会被平台封杀，连说句现在多少钱都算唱空。佣金也受到极大挤压，二手房中介佣金从1个百分点砍到 0.05， 甚至是 0.03， 新房最多返佣70%，有的干脆零佣金。陈先生自嘲说，现在1个月也就卖3-5套房，在深圳只能混口饭吃。如果说深圳是从悬崖上下跌，杭州就是在温水里煮青蛙。根据中介武先生的说法，目前杭州二手房库存超过25万套，一半以上是老房子，每个小区都在阴跌。阴跌的意思就是说，表面签约量差不多，实际上一套比一套便宜。据统计，2024年杭州二手房均价下跌 7.4%， 到了2025年，虽然交易量回升了，但价格还在继续往下走。房东挂牌300万，买家直接开口200万，卖不卖？买房像砍价，像逛夜市。武先生说得很直白，官方要房价止跌回稳，但老百姓的出价早已和政府要的远远脱节。再看杭州临安区的新房市场，简直是房地产界的大清仓。一位售楼人员钱女士透露，她所卖的小区原本200万一套，现在特价90万就卖，还送车位，等于直接打对折，再送你一个10几万的车位大礼包。钱女士苦笑说，普通人省下100多万，可能是少奋斗20年啊。现在不管哪个区块都在大促销，谁有钱谁是爷，但大家都不想当冤大头。更惊人的是，作为售楼人员的他依然建议买家先不要着急买，因为他预测二手房还会继续跌。当房价止不住的跌，各地政府只好出招救房市。10月27号，杭州几个地区又推出购房送消费券活动，买房送10万元消费券，分2次发，还限定使用时间、限定店家、限定地点，而且只适用于偏远地区的库存房。说白了，这些条件限制到极致，效果却几乎为零。有业内人士形容，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本质上是打折促销的一种包装方式。开发商想清库存，地方政府想要数据好看，但买家不傻，这些区域根本卖不掉。
钱女士一针见血地说，这是个噱头，房价不会因为消费券而止跌。到最后，消费券的诚意不足，房价跌势却很真实。当政府试图稳楼市，但市场用脚投票时，问题已经不是价格了，而是信心。市场信心已经出现结构性崩塌，价格不再由预期推动，而是被恐惧拖着走。当讲实话会被封，低价卖房成常态，连中介都认为房价还会继续跌，这场房市风暴会持续多久？中国楼市真的还有春天吗？还是正走向一个漫长的结构性寒冬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